继爱国者培训之后 ，F-16 飞行员的培训也来了。1月24日，根据乌克兰陆军信息网站的报道，乌军飞行员已经前往美国，准备接收美国援乌的战机。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型号，也没有具体的交付和培训时间表，但根据乌克兰空军的情况，大概率就是 F-16 战机的某个型号。虽说美国没有给出具体的回应，但根据北约最近援乌的情况，援乌战机是必然的。最近这段时间，北约援乌武器的型号大变样，美国和德国相继提供主战坦克，只是对于乌俄战场这种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只提供坦克没有空中掩护，那就是活脱脱的靶子，被俄军缴获研究也不是不可能。1月份的援乌重点是坦克，那么2月份国际援乌重点就是战机，包括米格29和 F-16。如果北约大量培养乌克兰飞行员，并提供各种保障物资，乌克兰空军在1年之内就重生。按照乌克兰空军的说法，乌军飞行员已经前往美国，用于培训这些飞行员的资金以及战机型号和培训条款已经确定，只是没有具体的飞机型号。至于培训的乌军士兵，乌克兰早就做好准备了。作为苏联的第二继承人，不管是开战机还是开客机的飞行员，乌克兰都不缺。乌克兰缺的是战斗机，毕竟开战前家里穷，买不起多好的战机，开战当天又被俄军偷袭，能用的战机不多。虽说北约收拾了家里仓库，援助了不少苏制战机，但那些战机的年龄太大了，现代化程度完全不够，要机动没机动，要速度没速度，加上导弹不好使，作用有但不大。现在俄军空天军不行的原因，一个是俄战机不行，一个是乌军地面防御能力加强，可不是什么空优，所以乌军想要 F-16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之前就准备了几十名具备英语能力的飞行员，以及相应的工程师和维修团队，随时前往美国，准备接受战斗机飞行员培训。至于 F-16 的数量，火力军估计数量不少。按照乌克兰的说法，2个由12架战机组成的 F-16 中队，再加上预备队，足以帮助扭转局面，对抗俄罗斯的空中力量。但是美国真要援助12架，可能只是零头。美国 F-16 战机的库存很多，而且北约其他成员国手里的 F-16 也要算上。只要美国送 F-16， 火力军就不信北约其他小伙伴能忍住不送。而且北约国家 F-16 的状况要比在军火库中还拿得出来返修的豹2强得多，其飞行寿命还有很多。只不过这些富裕的欧洲国家要换装 F-35， 不愿意再维持一支 F-16 机队而已。如果北约援乌 F-16， 可能会达到近100架的规模。至于训练时间不好说，如果只是单纯的起飞降落，或者从 A 点到 B 点的飞行，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但是想要战斗，怎么使用导弹，差不多6个月吧。对于乌军飞行员而言，驾驶美制战机的难度可不小。乌克兰空军用的都是俄制战机，其作战战术、指挥系统之类的东西跟美制战机完全不一样，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机型。从平视显示器到导弹，这些设备和武器的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就跟打游戏一样，换了一个新游戏就要熟悉新的角色、新的操作方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训练飞行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如何改变乌军飞行员的飞行思维。飞行难度取决于这些飞行员在米格飞机接受了多长时间的训练，飞行员越老越难。飞行员在驾驶俄军战机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地面的指挥，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则是自己做决定，差不多是遥控飞机和无人机的区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之前，美国就帮助罗马尼亚飞行员完成从苏联时代的米格21战机转换到美制 F-16 战斗机的驾驶过渡训练。也就是说，美国空军完全可以照搬，为乌克兰也量身定制一套专门的培训计划。而且目前在美国本土亚利桑那州，莫里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内，还有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的东欧飞行员参加为期6个月的 ANG 国际初始资格课程，这个课程已经办了20多年了。当然，培训乌军飞行员驾驶美制战机的过程，火力军也不得而知，但可以从之前的情况来了解一二。一位普通的学员至少需要37周的时间来接受 F-16 培训。按照美国空军的惯例来看，乌军飞行员应该会先在 T6 教练机上待几个星期，然后再花几个月的时间驾驶速度更快的 T38 教练机。在完成这些培训后，飞行员才能参加战斗机的基础课程培训。在培训的大部分课程中，
这些飞行员用的都是 F-16C 战斗机或者是模拟器，至于正式毕业，需要在监督下完成500小时的独立飞行。不过，就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美国空军肯定会压缩培训乌军飞行员的时间。按照这个培训方法， F-16到明年也到不了乌克兰。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在2周到3周内训练操作 F-16， 战术和武器训练再花几个星期，时间会压缩在几个月内，抵达时间起步夏季。当然，不到1年的培训无法让乌军飞行员完全掌握美制战斗机近距离空中格斗功能。不过，在近年来的几场空战中，不管是印巴空战还是土耳其空军与俄叙联军之间的对抗，美制 F-16都能在预警机的支持下发射 AIM-120远程猎杀苏式战机，后者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完全避免了近距格斗带来的风险。在这种模式下，对飞行员的要求相对较低，飞行员只是将战斗机飞到特定空域，然后按下导弹发射按钮，打完就跑，很适合刚学会 F-16基本操作的乌军飞行员。至于美国会不会援助预警机、导弹之类的问题，火力军暂且不提，毕竟 F-16入乌这事儿8字还没一撇，就单说经验，美国绝对是够的，而且还有北约几十个伙伴帮忙。就帮助乌克兰使用北约标准化武器，实现其军事力量现代化这件事来看，难度其实不大。那为什么美国一直拖延援乌 F-16的时间呢？美国要援乌 F-16这事其实早就有苗头了，在去年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众议院版本就已经确定了在其中增加一项1亿美元拨款，用于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熟悉美国战斗机。虽然这个条款中没有具体说明从何时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也没有提到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美制战机，但既然有这个法案，就说明当时美国就已经有这个念头了。结果呢，培训法案被搁置， F-16遥遥无期，这是为什么？就火力军的看法，美国之前不援助的理由除了价格，还有后勤问题。如果乌克兰空军真的获得了 F-16战斗机，能否充分发挥战机的实力还是两说。维护一架 F-16需要1支20人的专业后勤保障人员，每架 F-16战斗机飞行1小时，需要大约16个小时的维护，而且对维修地点也有讲究，不能在破旧的机库里维护，必须是特殊的维护车间。光是后勤保障中心就跟一个小工厂一样了。乌军还需要分散兵力，将防空系统布置在后勤保障中心，防止俄军轰炸机偷袭。就乌军去年中旬的防空情况，火力军估计守不住，援助也是白搭。当然，现在则没有了这个顾虑，俄空天军半废，乌防空实力加强。不过，火力军这里说句实话，还是 A10更适合乌克兰一点。A10到现在差不多50年了，虽然有点旧，但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维护成本低，杀伤力强。A10可以从小型机场升空，能够承受严重的战斗破坏，易于维修，可以更快的恢复。驾驶技术也不需要特别培训，乌军飞行员驾驶苏25的操作类似于 A10。美国空军在2023财年退役21架 A10， 完全可以以退役机的名义把 A10送给乌克兰， F-16制空， A10舔地，多好。总的来说，自从美国修改了对乌俄战争的威胁评估之后，援乌力度是一天比一天大。泽总一直想要的爱国者有了，能攻击俄本土的武器也来了，用于战场攻坚的坦克也到了， F-16战机也不远了。乌俄战场当前的局势一片大好，坦克战机抵达乌克兰之后，俄军拖延战局的代价只会更高。除了战机，主战坦克也来了。德国政府之前宣布要向乌克兰提供豹2，而且还授权其他国家。早就有国家向援乌豹2了，比如北约急先锋波兰。这不，机会来了，而且欧洲各国装备的豹2超过3000辆，从豹2 A4 到最新的豹2 A7 都有。只要德国允许，上百辆豹2进入乌克兰不成问题。而且美国也打算向乌克兰提供30辆 M1 系列主战坦克。当然，提供坦克不是把坦克送给乌军就万事大吉了，光是培训没有几个月下不来。波兰等国已经展开对乌克兰士兵使用豹2的训练，后续应该会有更多国家加入。今年夏天，这些坦克能出现在乌军手中就已经可以了。如果美国压缩培训 F-16的时间，坦克与 F-16抵达乌克兰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作战体系这不就来了。F-16制空，海马斯攻坚，豹2清场。F-16抵达乌克兰之后，乌军也就有了制空权，可以为自家的地面部队加上增益 buff。
补给、小规模推进、大规模打击等战术随便玩，也可以战术性打击俄军弹药库或者补给。有了制空权，乌军的战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俄军的预警能力一直都是弱点，乌军闲着没事派战机空袭俄军，一天来个一次就够俄军喝一壶了。而且乌俄战场的情况是炮火连天，双方火炮互射，在这方面乌军占据一定的优势。毕竟北约好兄弟支援的武器个个都是精品，海马斯在具备空优的情况下随便开炮，威力与精度火力军就不说了，各位都懂，最后保二清场。虽说没有美国在海湾战争那时候猛，但战术没啥区别。再往后了说， A10、阿帕奇也不是不能想，美国援乌的武器都是逐步升级，从毒刺到海马斯，从悍马到现在的 M1， 还有爱国者系统。之后 A10、阿帕奇援乌完全合情合理，只要不是美国大兵进入俄罗斯本土，普丁都能接受。A10就不说了，保不准乌克兰就有。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火力军估计也不难。之前不是还有英国要援乌阿帕奇的消息，虽说后来英国否认了，但是只要美国开这个头，北约凑个10几架阿帕奇真不是什么难事。估计之后的战况就是 F16 制空， A10 舔地，阿帕奇攻坚，豹二清场，打完直接收工。至于乌俄当前的战局，俄军在加紧储备弹药和集结兵力，有可能在今年春季发动大规模攻击，正好乌军也是这样想的。去年乌克兰一直说到在今年春季要反攻克里米亚，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当然，就火力军的想法来看，乌军是越拖越有利，等到坦克战机到了之后再反攻才是最稳妥的。到那时候，单论常规实力，克里米亚唾手可得。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军飞行员什么时候能把 F16 开回来？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